你敢相信眼前这只猫是被哈士奇养大的吗？由于长时间和二哈生活在一起，它已经忘了自己是一只猫。猫咪完美继承了狗的所有特征，它们在一起同吃狗粮，甚至连叫声都和二哈一样。虽然听起来有些好笑，但这却是发生在国外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只小猫名为罗西，它是二哈在登山时捡回来的。当时被叼回来的小猫奄奄一息，主人发现自从有了这只小猫后，家里的二哈一改往日的调皮，它整天守在猫咪身边，将它当成自己的宝宝一样照顾。主人没想到一贯喜欢拆家的二哈居然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，他会细心地帮小罗西清理卫生，任由小家伙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。在二哈的悉心照料下，这只小猫身体状况逐渐有了好转，它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主人也会定期带小罗西去医院检查，而二哈则在一旁表现得很焦虑。等小罗西打完疫苗后，他立马凑上去安慰对方。在长时间的相处下，这只二哈早已将小罗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而对于猫咪来说，它对哈士奇也很依赖，它们总是形影不离地走在一起。与正常的猫咪相比，罗西的胆子更大，它丝毫不惧怕陌生人，并且很多生活习性也都和哈士奇如出一辙。于是主人想来想去，觉得既然猫咪已经融入了狗狗的生活圈子，那就干脆把它当狗狗来养。即便是为它带上牵引绳，罗西也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。一般来说，猫咪都是比较怕水的，可在哈士奇的带领下，小罗西居然也学会了游泳，这让主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相比于家里的狗狗，小罗西的游泳技能掌握的要更好，仿佛是它与生俱来的本领。除了喜欢游泳，小罗西还喜欢和主人一起外出旅行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主人就会带着他们一起登山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爱好，小罗西才会被二哈所发现。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同样充满着好奇。不过相比于二哈的顽皮，罗西却显得稳重了许多。他总是跟在主人身边，不会像二哈一样到处乱跑。春去冬来，转眼间小罗西也慢慢长大了。但不管走到哪里，他的身边总是跟着几只哈士奇宝宝，时刻将小罗西保护着。不久后，罗西也有了自己的宝宝。可让主人头疼的是，罗西却不知道怎么带娃。这时家里的哈士奇就派上了用场。看见这群小奶猫后，二哈顿时变得母爱泛滥。他像当初照顾小罗西那样呵护着小猫，而罗西则是当起了甩手掌柜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主人带着罗西和哈士奇去了很多地方，他们一起看过山顶的风景，一起领略过海上的风光。在罗西8岁的时候，主人还为他们办了一场生日宴会，祝福他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今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。虽然主人平时也会带他们一起外出，但以往的活力却在逐年递减。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彼此的陪伴。罗西很少与同类打交道，他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和二哈混在一起。跨越种族的爱给了罗西精彩而又幸福的一生。原来爱才是幸福的源泉。屋主家的柯基产下了6只狗宝宝，每只都长得十分呆萌可爱。可不要被他们乖巧的面孔所迷惑，个个都练就一副拆家的好本领，每天不是在拆家就是在拆家的路上。就连主人穿了半个月的臭袜子，他们也要拿来拆家练手。被主人赶来进行一顿爱的教育后，他们想的不是去找妈妈诉苦，想到的却是隔壁家的奥斯卡叔叔。奥斯卡长途奔袭了10公里，以100码的时速赶了过来。来到门前，他还很礼貌地敲门，眼见里面无人回应，奥斯卡的脾气瞬间就爆了表。急着见狗宝宝的他，几次大力撞击就把大门给踹开了，接着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，看望朝思暮想的狗宝宝们。看到狗宝宝，奥斯卡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此时听到声音的屋主赶了过来，屋主说起奥斯卡就一脸笑容。虽然他不是小狗们的父亲，但照顾狗宝宝比狗妈妈还要用心。小狗们也十分喜爱这位隔壁叔叔，他慈父般的笑容温暖了他们。虽然他跟小狗宝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，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父慈子孝。小奶狗一个劲站在奥斯卡面前撒娇，在他们心里早已把这个隔壁家的叔叔当成了爸爸。这画面把金毛主人都给逗乐了，心想自家的狗子算是白养了，不好好在家里待着，每天都来帮别人家带娃。虽然自己没有孩子，但带娃却很有一套。屋主把狗妈妈给叫了过来，可他快要靠近小奶狗时突然停住了，不但没有去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反而走到附近直接趴了下来，甚至小奶狗过来找他玩耍，换来的却是狗妈妈的一阵臭骂。面对自己亲生的狗宝宝，他直接选择了摆烂，哪怕孩子撒娇卖萌，他也无动于衷。作为妈妈，他为何不待见自己的孩子呢？跟奥斯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奥斯卡只要看到孩子们，总是一脸的和蔼慈祥。随后屋主告诉了我们原因，原来奥斯卡跟狗妈妈翠花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长大。其实他早就爱上了翠花，可翠花自从生下小奶狗后，就犯上了非常严重的产后抑郁。奥斯卡看着喜欢的人如此难过，感同身受的他也跟着一脸悲伤，于是承担起了照顾狗宝的责任。每天不是在哄娃，就是在带娃的路上，小狗宝们喜欢拆家，作为叔叔他就站出来阻止，教育他们从小就要做个乖宝宝。当然他也会偷偷的帮他们打开狗粮，给孩子们打打牙祭，开开荤。主人发现
现这群小可爱搞破坏后，本想给他们点教训，可奥斯卡把所有的锅都背在自己身上，哪怕主人来拉他回去，他也死活赖在地上不肯离开。接着跟主人在门口求情，让他留下来陪着狗宝宝们。最后丈母娘赶来劝说，如果不回家，以后就不许他见狗宝宝。奥斯卡这才乖乖地跟着主人回家。见大神终于离开了，屋主立马把大门拴好。虽然他很喜欢奥斯卡来照顾狗宝宝，但毕竟那不是自家的狗啊。另一边，奥斯卡跟着主人回到家，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些小狗宝，站在门口朝着狗宝宝的方向眺望，心想没有他的照顾，也不知道狗宝宝们过得怎么样。奥斯卡是越想越心急，于是趁主人不注意钻了出去。想到狗宝宝没人照顾，他就有了动力，轻松一跃就跳过了自家的围墙，接着以100码的速度加速冲刺。他丝毫顾不上天气的炎热，加快脚步穿过了几公里的农田，又回到了小狗宝们所在的地方。这一次奥斯卡没有犹豫，一脚就把屋主家的门给踹开了。直到看到小奶狗们，他才露出笑容。虽然小奶狗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把狗宝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只有在小奶狗们的身边，他才会露出慈父般的笑容。看到这，翠花忍不住走了过来，冲过去就要把奥斯卡给赶走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抢夺狗宝们的爱。作为妈妈，她也想跟孩子们在一起。奥斯卡作为外人，却剥夺了他跟孩子的爱，所以一场夺子大战无法避免了。可小狗们心里清楚，只有在隔壁叔叔这里才能获得父爱，而妈妈却总离得他们远远的，这可把翠花给气坏了。再见奥斯卡时，她气得扭头就走。对于抢夺她孩子的好闺蜜，翠花心里既嫉妒又难过，只能远远地看着奥斯卡跟孩子们愉快地在一起打闹。原本这些天伦之乐都应该属于她的，但现在却被可恶的好闺蜜给抢走了。翠花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跑过来把小狗宝们揍了一顿，质问为什么不喜欢妈妈，反而却跟隔壁的叔叔那么亲。明明奥斯卡不是他们的父亲啊！奥斯卡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对着翠花就是一阵骂骂咧咧。可奥斯卡越劝翠花就越伤心，气得奥斯卡赶紧冲过来，告诉他平时不照顾好孩子，现在过来不是打就是骂。在奥斯卡的警告下，翠花只好灰溜溜地躲到一边。作为妈妈，她也心里苦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跟奥斯卡走得越来越近，仿佛他才是狗宝宝们真正的父亲。伤心的翠花气得躲到了一边，趴在地上反省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主人看到这既高兴又难过，为了这群毛孩子的健康，主人决定让奥斯卡成为自家的女婿，让他成为小狗们真正的父亲。于是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把所有的小狗宝带上一起春游，接着给翠花跟奥斯卡安排了一场属于他们的约会。奥斯卡始终陪伴在翠花身边，展示出他暖男的一面，而小奶狗们也非常懂事，让妈妈与叔叔能够单独约会。最后奥斯卡终于实现了愿望，跟小奶狗们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。这只浣熊简直太幸福了，一边享受着日光浴，嘴里还喝着果汁，每天都要到海里游上几个钟，并且还配备专门的教练，这小日子过得比我都好。浣熊名为奥斯卡，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懒虫，它的体重已经达到50多斤，是正常浣熊的2倍之多。看着摇摇晃晃的赘肉，就知道里面装了多少脂肪。主人说奥斯卡胖成这样完全是因为太懒所造成的，这家伙每天要睡20个小时，打呼噜的声音比打雷还响，并且睡姿比自己还要销魂。在没睡够之前，谁也别想让他起床。奥斯卡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找吃的，听到声响的主人立刻赶来，发现奥斯卡正在偷吃花生，还敢吃花生，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了。为了帮他控制体重，主人严格限制奥斯卡的饭量，每次都会加一些减肥餐进去。可奥斯卡可没那么容易被忽悠，每次专挑中间空心的吃。对于减肥餐，他是一概不碰，要是白天吃不饱，这家伙会半夜起来跑去偷吃。主人看到奥斯卡干饭的样子，既无奈又好笑，再这么吃下去就可能走路都费劲了。虽然奥斯卡有点胖，但智商非常高，完全能听懂主人的一切指令。主人说转圈他就转圈，还经常撒娇卖萌和主人要零食吃。为了帮奥斯卡减肥，主人每天都要为他准备一碗新鲜的蔬菜汁。显然奥斯卡非常抗拒，除了在饮食上控制，主人每天都带他散步增加运动量。可才走了2分钟，奥斯卡就耍起了赖皮，停下原地怎么也不走了。主人无奈只能把他放进推车里，想让奥斯卡走上10分钟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难怪这家伙胖成这样。不过奥斯卡还是比较喜欢游泳，每次都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。都说浣熊喜欢捉鱼，于是主人在家里帮他建造了一个鱼池。可此时他已经今非昔比，捉了1个小时，愣是一条也没捉到，搞得奥斯卡很是伤心。自己明明是头熊，却连条鱼都捉不到，看来自己真要减肥了。